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传统零售业要怎么做 AI 转型？诶，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花大钱买一下很酷的新科技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可能就小看它了。这其实是一场会从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的深度革命。好，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首先，我们心里要先有个底。这句话可以说是今天所有内容的核心。AI 转型的真正价值，重点不是你买了什么新玩具，而是你整个公司的大脑，也就是你的决策模式，有没有跟着一起升级。这是一场关于如何变得更聪明的策略。我知道，光讲概念有点空泛，对不对？大家心里一定在想，OK，那所以到底要怎么开始？别担心，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我们会把这个听起来很大的战略，一步一步拆解成一套你看得懂，而且可以马上参考的行动指南。好，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 AI 的工具箱。俗话说得好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面对零售业五花八门的挑战，你得用对的工具来解决对的问题，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这很重要哦。你想想，像销售报表这种一格一格很规律的资料，我们叫它结构化资料。那 XGBoost 就是处理这种资料的专家，又快又准。但如果是要让电脑看懂货架上的东西，哪个商品被拿走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时候就要靠电脑视觉，像是 CNN 或 YOLO 这些技术。那现在最红的当然就是智慧客服跟个人化行销了，这就要靠生成式 AI。但这里有个关键字叫做 RAG，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给 AI 一本公司的内部参考书，然后跟他说，你只能照着这本里面的资料回答哦，这样他就不会自己乱掰，产生所谓的幻觉了。OK， 工具我们有了。但你知道吗？光有工具是不够的，用错方法，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所以第二部分，我们要来聊聊几个超关键的理论，帮你避开那些很多人都踩过，而且代价非常昂贵的坑。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请大家一定要记起来。你想想，零售业的销售数据，它是有时间顺序的。你绝对不可用未来的资料去训练一个预测过去的模型，这不就等于是拿着下礼拜的乐透号码回到今天来买吗？这样测出来的准确率就算100%也是假的啊！所以记得在这里一定要用时间系列交叉验证才行。再来这个词，正则化，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概念很简单。你就想象你在训练一个新店长，你希望他学会的是抓住影响业绩的大原则，对吧？像是天气变化、促销活动的效果。你不会希望他把去年某一天发生的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死背下来，然后以为那会一直发生。正则化做的就是这件事，它强迫 AI 模型不要死背细节，而是去学习背后真正重要的规律。那还有一种很头痛的状况，就是那种很少发生，但一发生就很要命的事情。比方说信用卡诈骗，或是很重要的大客户突然跑掉。这种事啊，你用一般的准确率去看模型根本不准。你想，一个模型如果永远都猜没事，那它的准确率可能高达99%，但其实根本没用，因为它一个问题都抓不出来。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特别的技巧，像是 SMOT， 去人工产生更多坏事的例子给模型学。然后评估的时候，也要看 F1 score 或召回率这种更聪明的指标，才能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真的抓到问题。好，技术跟理论都聊完了，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咯，所以这到底要花多少钱？还有更重要的是，花这些钱值得吗？我们把成本拆成3个层次来看哦。第一个也是最烧钱的，老实说，就是初期成本。你的资料清理干净了没？有没有人去标注？这部分的人力投入非常可观。再来是营运成本，这就是持续性的开销了，像是云端服务的月租费，特别是跑训练用的 GPU 都不便宜。
最后还有个隐藏成本，很多人会忽略，就是法规跟资安。尤其你处理客户个资，这块的钱绝对不能省。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哇，成本好像不低耶。没错，但是它能带来的回报也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我们直接来看几个真实的例子，让数字说话。第一个数字-20.8%，这是韩国的便利商店 CU 导入 AI 订货系统之后，缺货率下降的幅度。少了20%的缺货率，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客人走进来，想买的东西架上都有，你每一笔生意都做得到，这差非常多。再来这个95%，美国的美妆零售商 Ulta Beauty， 他们用 AI 做个人化的推荐，结果顾客留存率高达95%，这太惊人了。这就告诉我们，AI 真的可以比你还了解你的客人，把他们的心抓得牢牢的。最后一个数字-30%，这是日本的 Lawson 跟 Trial 两家零售商的目标。他们现在都在用 AI 来减少店里的人工作业，希望到2030年可以减少30%。你想想，在现在这种到处都缺工的时代，这有多重要？好，看完了这些超猛的案例，你是不是也心动了？那问题来了，听了这么多，我的第一步到底该怎么跨出去？别急，最后一部分我们就把所有东西打包成一个你可以直接带走的行动计划。这句话，请你一定要记在心里：小处着手，快速扩展。真的，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想搞一个什么都包的完美 AI 系统，那种计划通常都会失败。最聪明的做法是先找一个小小的切入点，做出成绩来，证明它有用，然后再把这个成功的模式快速复制到其他地方去。那具体要怎么做呢？就3步。第一步，先回家看看自己的资料柜，你的 POS 资料、会员资料品质怎么样，干不干净？这是地基一定要稳。第二步，挑一个痛点来解决。什么问题最让你晚上睡不着？是生鲜耗损太多吗？那就先拿这个来做一个概念验证，英文叫 POC。第3步也是最关键的，一开始不要自己从零开始打造所有东西，去用云端平台，像 Google 或 AWS， 他们都有现成的 AI 服务，让你用最快的速度看到效果，成本也最低。好，今天我们把整个蓝图都摊开来了。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一下。如果你明天就要开始你的第一个 AI 测试，你会先去解决哪一个让你最头痛、最困扰的问题呢？你想到的那个答案，很可能就是你整个 AI 转型最好的起点。